大家好，我是石头。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小县城呢，景色是挺美的。小县城呢就建在有水河的河边。刚刚我们误入了这个寨子，只有一条路进来，然后再走过去呢，只有一户人家了。本以为这边到河里很近，我就想到河边去看一看，哪知道来到这边就没有了路，车子呢停在前方。现在我们走过去看一下。这边是刚好有户人家住在这边，我觉得环境挺好的，顺便看看他周边的环境，感觉他们家的房子建的还挺有特色的。一般呢，我们农村的建房都是背靠大山，然后面朝着一个视野比较开阔的方向，但是呢，他们家的房子刚好好像是相反的，怪怪的。然后门前呢是有一小块的这个空地，感觉这边以前应该是修了这个马路的，只修了一半。那边呢是他们家的院子，然后过去呢那边是围墙，这里呢种了一点这个油菜，此刻呢都已经开了花。这栋房子是3开间的，有一个堂屋，里面呢有3个卧室，加上一个厨房、卫生间。房子呢我们就不进去过多的看了，主要是看一下周边的环境。然后那边呢就是保定的县城方向了。几个大哥在这边聊聊天。大哥，我拍个视频嘛，啥的哦？记录下子。看这个底下呢就是有水河，从这边走过去将近也就40-50米哦。100米啊？这钓鱼方便吗？方便。我这边下去钓鱼，走下去应该就是讲它鱼景应该可以吧？平时钓鱼的人多不多？天天有人钓？难得。不让钓得到哦。那你们这个屋修了好多年了10大几年了。？10大几年了。以前修通路没有？通路我们在修呢。通路在修哦。这边过去就没得人家了哦，其实还是挺好的，挺安静的。那边保定县城的方向，其实一排排的高楼建的都挺好的。整个小县城呢，就是围绕着有水河而建，河水呢也是非常的清澈。我们都知道有水河的上游呢是从这个秀山那边应该是流过来的，最后呢流入到洞庭湖那边，也是我们湘西人的母亲河。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我们这边隶属于楚国的地界，最后呢，秦国统一了6国，然后在保定县城大概3到40公里的方向有个里耶，那边呢以前是洞庭郡，一个军事重镇，在那里呢有出土了2000多年前的秦简，记录着当时秦朝的一些生活人文包括我们中国的最早的99乘法口诀都有记录。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那个博物馆看一看。现在呢，依然是存放着1万多枚秦简。这个大哥告诉我说，有个烟囱的位置，那是4方城的遗址是吧？当时好像我记得应该是一个。应该是2000多年前冶炼那个青铜的是吧？它和今天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产品。我大概记得了，这个应该是当时冶炼这个青铜，然后从这边有水河运到那个洞庭那边是吧？运到那个什么里耶那边去打造那青铜器，对不对？应该是同时代的东西。哦，以前当时的一个县城就在那4方城的遗址，现在都有古迹在那里嘛？有。哦，你们这块地方都属于文物保护区了，现在都不能新修房子了。像你们这个房子，如果重新给它修建装修，那没问题吗？国家赔，国家批，必须要批了。如果你不齐他你就会做，齐了你就不能修了。那把屋顶重新修下子，他就不行啊？哦。你反正没启动这我们这个属于4方城文物集群，这里都埋的有一件古墓，就在那北上。哦。就在对面那个。就在对面那样。
所以说这是一个风水宝地。然后大哥也告诉我说，几千年这边就是一个县城，当时可能不叫一个县城了，应该叫做一个郡，一个迁陵镇、迁陵县啊。所以说你们保定县很多当地人都喜欢把自己叫做迁陵县的人或者迁陵镇的人啊。但是我们现在在课本上面说的都是保定县，对。我刚才进来的时候也发现啊，大哥他们家这里也是怎么说呢？住在这里挺安静，但是旁边呢好像是有2座坟墓哦。当时你们建房子的时候，这个坟墓都修的有吗？过来这块都是没坟。哦，自古以来都是有坟墓的哦。相当于我们湘西这边建房子，它是房子和坟墓建在旁边，也没有太多的讲究吧？那我们也不清楚。你们也不地下是有个那就是以前那个，湘西不是有玄关嘛？啊，这块有这底下有种哦，里面有底下还有玄关啊？就是有洞。有个洞。就是以前讲是玄关，我们不晓得。现在还可以看得到棺材吗？看得到棺材。这河里看不到棺材，只有个那么个洞的。只有个洞。啊。3个洞一个洞，好像是就是以前我们没人吧？玄关。所以说我走村川巷，在湘西看了很多房子。走到边上河边上，你看到一个洞，我们这底下就是有那个。也有那个啊。对着我不晓得，你到对面看到那河对面也有洞。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古老板没的，我们现在弄的都什么都没有。是。就是个洞啊。连河这么下去好像都有哦。对。都有这种意象。是的。行了，那就拍的差不多了，到时候我总结啊。你通房这个是要拿钱的。啊，也拿钱，有钱付哦。是的，老板人3个以前那下园林去，下去是用上来那就是要过拖的。过拖。它是个滩，水不深啊。那以前你们老辈的时候，应该都有好多的当个那个什么前户嘛，放白那些嘛，没帮嘛。放白了。放白嘛，我没得放。没得放过啊。他都80、90岁了。80、90岁了。长地和园林啊，东定府。其实和3个大哥我们聊了很多，他说他们的老一辈在油水河边都是排帮出来的。排帮呢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名称，实际上呢就是那种纤夫，给那些大船拖船的，在岸上拉船的。因为我们这边呢是属于上游，洞庭湖呢是下游，然后我们从这边运送这个木材下去的话，一路顺着走是可以走得了，但是回来的话水比较浅，有些浅滩呢就要靠着人工托运这些船只。大哥说他们家的这栋房子以前是一栋木房，现在是重新修建了，10多年前把它变成了砖房。旁边打围墙的位置是2座坟墓，是2座古坟了。他说世世代代呢都与坟墓做邻居，一直在这边生活，也没感到什么怕的。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出门口就是2座坟墓了。他说2座坟墓的下方还有一片悬崖，那边呢还有悬棺的。其实走村川巷这么多年，这样的房子真的有点见怪不怪的，好像很多房子很多老百姓都喜欢挨着坟墓而建。大家都说坟墓旁边的位置就是风水宝地，但是他们家的房子呢是面朝着大山，背朝着比较空旷的位置，这一点好像还不是特别好。然后这里呢也有一座坟墓，看这个上面长了很多这个8毛草，再过一段时间就清明了，到时候有人会过来祭拜的。整个村子呢现在所有的房子都不能随随便便的去装修了，属于整个4方城遗址的范围之内。如果要改建装修的话，必须要上报到国家1层，然后才能够对房子进行装修。
距离他们家不远处的那个小山包里面，已经探出来了有古墓。整个四方城的遗址待发掘的东西还非常多。大家喜欢这样湘西人文的地方吗？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我是石头，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我们下期再见了。